好，那我们今天就着重讲一讲这个 VisualBox 7，它是一个免费开源的虚拟机。这个桌面的虚拟机呢，其实没有几种哈，基本上都是被大公司在掌控着。这一家也是不例外，就是甲骨文。当然一开始不是甲骨文的，已经是被收购了2次，最终是2010年的时候被甲骨文收购了，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大公司吧。关于它的历史呢，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搜一搜。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重点讲一下这个 VisualBox 的一个使用思路吧。我觉得从2个方面去讲，一个方面呢是启动方式，另一个方面呢是它的交互方式。启动方式呢其实是分为2种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一种呢就是我们双击这个图标，就是普通身份的这个 user 版；一种呢是使用这个管理员身份，就是 root 权限去运行。那这种方法一般都是在命令行去执行的，才能够调起来。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图标，直接双击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创建一个 OpenWRT 啊，或者是带桌面的这种 Windows 系统，使用 user 身份绝对是够用了。那只有用到一些非常高级的功能，比如说硬盘直通啊，还有一些它的内部的命令行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 root 身份。第2个方面就是它的交互方式。那交互方式呢，其实也分为2种，一种是带界面的 GUI 的方式，一种是命令行的方式。那带界面的这个方式呢，肯定是对新手非常的友好，而且基础功能呢，我觉得一般人都够用。然后命令行的这个方式其实包含了全部的这个带界面的方式的这个功能，但是有一些特别高级的一些内部命令，那不好意思，还得使用命令行的方式，包括什么创建和管理这个原始硬盘呐，设置虚拟机后台运行啊，管理虚拟硬盘的 UUID 这些操作呢，通通都需要这个内部命令行去实现，而带界面的方式是不行的。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词叫硬盘直通，实际上我认为硬盘直通是分为2个概念的。一种硬盘直通呢是硬件直通，就是硬直通，比如说专业的虚拟机啊，这个 ESSi 或者是这个 PVE， 像这种呢都是硬件级别的直通，你需要有 CPU 的支持啊，包括硬件的一些支持才可以，它的转化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软直通啊，当然这个说法呢是我发明的，只是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讲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就这样去命名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 VisualBox， 它也是可以访问整块原始硬盘的，这样的话就摆脱了这个虚拟磁盘2TB 的限制。有很多人跟我吐槽说买了一个18TB 的，每次创建这个虚拟机的硬盘的时候都只有2TB， 所以他要创建很多个那个2TB 的硬盘，然后再组 RAID， 非常麻烦。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就直接直通了。当然这个直通是软直通，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层虚拟化的。好，那概念性的东西我就给大家说到这里。这边呢还是找到这个 GitHub 项目，然后就是这个。那如果没看过上一期视频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上一期视频。然后这边有一个使用方法，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地址给它复制下来。好，那这边粘贴，然后回车。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我为了就是让大家看得更明显一些吧，就这边呢把那个第7项、第8项、第9项、第10项都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了。带颜色的这一部分呢是我最近更新的一些脚本。首先呢我们需要安装一个虚拟机，那我们就第4、第5、第6就快速的过一遍。那这边呢输入4，然后回车，它就会下载这个安装包。OK， 那这边呢已经提示这个虚拟机已经安装成功了。然后接下来呢是执行第5项，就是把那个扩展包装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识别 USB 的设备。OK， 这上面提示已经这个安装完成了。重启之后呢，你这个就可以识别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一键转换。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等一下我给大家做演示的时候可能会安装这个 OpenWRT 的系统。那么一般情况下 OpenWRT 的它都是一个压缩包或者是 IMG 结尾的，我们需要把它转换成虚拟磁盘。好，那这边呢我们找到这个 S2OS 的官网，点击固件下载。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版本。前2天我看了一下小宝的那个更新的日志，然后他说从12月8号这个版本之后呢，那个默认情况下它这个万口防火墙就关闭了所以说为了大家装机方便，我建议大家还是下载这个11月24号这个版本。这边呢我就下载好了，看到它的结尾呢是 img.jz， 不用管。然后我们这边执行第6项。
好，那这边呢，它会提示让你把这个文件拖拽到这个地方。好，回车。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帮你去解压。解压之后呢，它会帮你转换成这个 VDI 的这种虚拟磁盘的格式。OK， 那这边呢已经提示我们就是转换成功了，位置呢还是跟这个刚才的下载目录是一样的。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安装这个 OpenWRT 就是 S-OS 的时候就会用到。好，那刚才呢其实我也重启了一下，那这时候我们打开这个虚拟机。那如果说这个桌面上没有的话，我们打开这个全部应用，然后在这边搜一下我们可以把它发送到桌面。这边我双击，打开虚拟机之后呢，我们点击全局设定，我们最好是把那个虚拟电脑的位置改变一下默认它可能是带什么空格之类的，我建议大家可以自己更换一个目录我是在这个主目录下新建了一个 VMS 的文件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虚拟机放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点击新建。然后名称呢随便起一个吧，比如说叫 S-OS。然后这个版本呢，我们选择最后一项，就是其他64位，点击下一步。然后如果你是给这个 OpenWRT 的话，其实我觉得给它1G 内存就够了。好，这边我们输入1024，然后 CPU 这块其实也不用动，点击下一步，选择第二项，就是使用已有的虚拟硬盘的文件，点击右侧这个浏览。第一次使用的话肯定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点击这个注册。那刚才我们转换后呢，其实是放在这个下载路径下了。那我们找到这个下载 ，OK，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转换之后的。我们点击打开，好，这样它就正确加载了。点击下一步，点击完成。那么这个虚拟机基本上就创建好了，但是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设置。点击设置，点击这个系统，然后把没用的这个启动项给它去掉。软驱、光驱这些我们都不需要然后这个地方其实默认就可以了，其实基本上不用动，它就会给你自动去分配。当然如果你自己选的话，也可以选择 KVM 都可以。接下来呢是点击存储。那如果说你需要这个挂载其他的硬盘，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添加但是我想后面再讲，我们先把这个系统跑通。对于 OpenWRT 而言呢，最主要的就是网络，比如说你现在插上一个网口，然后把这个选成桥接网卡。那如果不是桥接网卡的话，它肯定没有分配 IP 地址的。然后在高级里面再看一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VirtIO， 其他基本上不用动了。这个是第一个网口。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电脑是2个网口的话，也可以启用2个网卡，你就按照自己的顺序去完成就可以了。像我这个刚才第一块呢是3S0，那这个第二个就是 2S0。当然了，其实我们的这个无线网卡其实也可以模拟有线的如果说你是单网口的设备想实现一个双网口的效果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去把这个无线网卡当做一个虚拟的有线网卡来用，也是可以的。当然我这台机器有2个网口，没必要去模拟了。然后我们点击确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虚拟机就创建好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点击启动，然后现在就可以跑码了。此时呢，我们就可以回车看一下它的 IP 地址，输入 QU， 然后 Tab 键补全。好，第一项呢是 Show Interface。好，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 IP 地址了。它的 IP 地址呢是 192.168.66.126， 我的主路又是 66.1， 所以它自动分配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访问这个地址试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很快就已经进到它的后台界面了。我们登录进去看一下，目前呢是以联网的一个状态，点击网络看一下接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WAN 口跟 LAN 口都已经识别了。然后大家注意看如果你是虚拟机的话，可能会把你的 LAN 口的 IP 地址会更改掉，更改成这个 56.2。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点击编辑，你可以把这个地址改了，比如说你改成 100.1。其他的基本上是不用动的当然默认的这个 56.2 的话其实也无所谓因为这个 56.2 的话跟绝大多数路由器其实也是不冲突的，只不过个人习惯吧，就是比如说我就习惯 100.1， 那么我们就改成 100.1，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点击保存并应用其实这个 LAN 口呢，它是已经是分配了 DHCP 的它已经是分配 DHCP 的，所以说理论上如果现在我们找一根网线直接插在 LAN 口上，就能够给我们分配100这个网段的 IP 地址。好，那现在我们找一个设备做一个测试。
好，大家看到这个橘色的线呢，就是我新接入的一根线。我现在连接了一个拓展物，我们直接连在手机上吧。看一下这个 4G 开关 ，WiFi 都已经关闭了，对吧？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以太网2500兆 ，OK， 192.168.100.141，没错，现在可以正确的识别了，正确的分配了 IP 地址。当然，这个你也可以接其他路由器，道理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刚才重新设置 IP 地址之后呢，我们最好是重启一下。我们切换到这个移动的宽带之前呢，首先要设置一下这个宽带拨号信息。目前呢，我还没有拔掉网线。我们点击这个网络向导，然后点击这个宽带拨号。我们在这边呢配置一下宽带信息。当然了，如果你是 OpenWRT 的系统，不是 S-OS， 其实也是一样的。在这个网络接口里面找到你的这个万口，点击编辑，在这个地方切换成这个 PPPoE， 填入你的用户名跟密码，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就 S-OS 呢，它做了一次封装，所以我们直接在网络向导里面，直接这个地方自己配置一下就行了。好，配置好宽带信息之后呢，我们点击保存。好，设置好拨号信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网线换掉了。这个橘色的就是我的联通宽带，这个白色的是我的移动宽带，现在我已经换上了。红色的网线呢，你可以接其他的路由器，或者直接接电脑。比如说这次呢，我就直接接我的苹果电脑了。好，这边接入电脑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口信息192.168.100.141，所以说我们直接在浏览器里面输入100.1。OK，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就已经进入到后台了。大家可以看到右边已经写着拨号连接联网的一个状态，那说明呢我们这个拨号是成功的。顺便看一下它的一些概览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VirtualBox 里面的 OpenWRT。它的 CPU 已经识别了 N100 当然这里面那些应用呢，我就不在这里多介绍了，因为实际上跟物理机是一样的。刚才我说过了，这个固件呢并不是最新版本，所以如果说你想更新的话，你直接在里面更新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个内网的测速。我们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下的这个软件 HomeBox， 点击打开，然后勾选启动，保存并应用。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访问的就是 100.1 这个网段，然后我们点击测试，这是一个局域网的测试。好，目前可以看到那个下载呢是 2.25G 基本上是跑满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是上传上传也是可以跑满的当然了，我刚才说过，这个LAN口呢，你也可以接其他的路由器，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种轻量级的这个小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绝对是可以跑满的。因为这个 S-OS 或者 OpenWRT 都是比较轻量的一个系统。那这个就是 S-OS 的两种情况，一种是 DHCP 模式，一种呢是拨号模式，我都已经讲完了希望大家能够学会。那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我们的 VirtualBox 是桥接模式。大家要理解一下什么是桥接模式。这个桥接模式有点类似于这个交换机的作用，就是说它可以扩展你的网络。那你的物理机跟虚拟机之间是桥接的关系。如果说你的物理机是可以上网的，那么呢虚拟机就可以上网，并且呢是处于同一个网段的。反过来说也依然成立，就是你的虚拟机跟物理机之间其实也是桥接关系。如果说你的虚拟机可以上网，那么你的物理机也可以上网。但是很显然呢，我们这里面是需要一个通路的。这个通路就是我们 LAN 口到底连接谁。我们的这个WAN口呢，跟光猫之间已经是桥接关系了，它肯定是没有网的。那因为需要拨号，拨号之后才有网。那么这个LAN口连接谁其实都可以，比如说你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只要是带网口的设备，包括什么 NAS、交换机、网络打印机，哪怕是一个机顶盒、智能家居、智能插座，这些都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通路，这个LAN口连接的设备一定是有网的。然后你的这个设备跟虚拟机之间也是桥接模式，而你的虚拟机跟物理机之间它也是桥接模式。这样的话，就大家都是可以上网的。也就是说，总结8个字，它们之间是相互成就、
彼此独立的。那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那表现在这个界面上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那实际上什么都不用操作，只要你把网线连接好之后，那么这个地方它会自动分配 IP 地址。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IP 地址是 192.168.100.235， 很显然这个是我们的虚拟软路由分配的 IP 地址。有人就问了，那另外一个网口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另外的网口，我们把它勾选一下，然后点击网络详情，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网段是 192.168.1.3， 为什么是 1.3 呢？这个就是光猫那根线，光猫跟它跟物理机之间其实也是桥接关系，并且也分配了 DHCP， 那么就是 1.3。 那这个地方 1.4 1.5 1.6 其实都不奇怪，都是光猫下发的 DHCP， 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用它做上网。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拨号之前是没有网络的，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网口，就是这个网口。我们要用哪张网卡就把它勾选一下，那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小勾勾，然后再点击网络详情。那只要看到这个地址是正确的啊，192.168.100. 某某某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必要自己手动去设置 IP 地址的，非常的省心。所以这个比什么网卡直通要方便100倍。当然了，对于一部分机型，就是这种有 WiFi 的机型来讲，其实你也可以用无线的方式，就是你打开你的无线，连接你家其他的无线路由器，能够上网的路由器，它也是可以上网的。所以说这个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你的网卡数量越多，你的玩法就越灵活。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桥接模式是非常好控制，非常灵活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这个脚本。我们主要说一下这个高亮部分的一些新的功能。那硬盘直通这块呢，我打算使用这个群晖做演示。群晖的安装呢，其实上次我已经说过了，所以说这次可能会快进一下。然后大家从我的网盘就可以下载它群晖的这个引导。我这边呢已经下载好了。好，我们打开。那下载好之后呢，我们需要转换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下载后的这个文件呢给拖拽过来，然后回车。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那个群晖的这个引导文件给它转换成 VDI 的文件。OK， 那现在已经转换成功了。转换的这个位置呢，其实还是跟同目录一样，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 VirtualBox 的硬盘直通其实有2个条件。那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用 root 身份去开启这个虚拟机，因为只有用最高权限你才可以添加这个 VAMDK 的索引。第二点就是直通的这块硬盘呢，我们需要提前给它卸载掉，所以说你的物理机就不要使用了。虽然我们使用的是软直通，但是依然要求需要卸载。那么这个时候有的网友可能会问了，那怎么才能够用 root 身份去开启这个虚拟机呢？其实正常的一个流程呢，是我们输入 sudo VirtualBox这个指令就能够调取这个 root 身份的这个 VirtualBox。 但如果说我们每次都打这个命令是有点麻烦的，所以在这边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图标。大家看到第9项，我们在这个脚本中输入9，然后回车。 OK， 就是这么快。现在已经创建好了以 root 身份运行的 VirtualBox 7图标已经创建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双击这个图标，然后就会提示你让你输入密码。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打开了。那你可能会好奇啊，说我刚才明明已经创建一个虚拟机，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了呢？没错，这就是他们俩是独立的，就是你 root 身份启动的虚拟机和 user 启动的虚拟机是2个虚拟机，大家看到没？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创建的 user 版的虚拟机。对于绝大多数这个系统，其实 user 版就够用了。对于有一些高级需求的时候，我们再用 root 版，这个就是 root 版。现在还没有创建虚拟机呢。刚才我们说了2个条件，那么首先要看一下这个硬盘有没有被卸载。我们点击这个磁盘管理器 ，OK， 大家可以看到，那我这个所有设备呢，一共就是3块硬盘，一块是 NVMe 的做系统盘，是另外一个固态硬盘做一些数据盘。那这个 SDA 的 7.28TB 的。那么这个就是东芝的那个 N300 的那个机械硬盘，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把它直通就可以了。我们点击计算机，大家可以看到，那这块硬盘呢是 NVMe 的，这块硬盘呢是固态硬盘。那机械硬盘呢实际上是没有挂载的。那如果说这个硬盘是当前这个硬盘是被挂载的这个状态，那么你需要点击这个叉叉这个地方是一个卸载图标，你需要把它卸载出来。好，那这边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命令行，然后呢，我们选择第8项硬盘直通，然后回车。好，那这边点击回车之后呢，我会给出一个这个注意事项，就是注意这个直通的这个硬盘呢，只能用于root 身份启动的 VirtualBox。那请选择物理硬盘的这个索引文件保存的位置。
那这种软直通的意思就是我们提前要创建一个 VMDK 的索引，等于说这个索引会指向这个物理硬盘。那么这边呢，我们点击回车，那这个时候会弹出一个这个文件选择的界面，文件索引你选择放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那比如说我们就放在这个地方吧，然后随便起个名称，然后点击保存，然后再点击保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选择一下到底直通哪块硬盘。刚才呢，我们已经确认了，肯定就是这个8TB 的硬盘，然后点击确认，就是这么简单。那这个索引呢，已经创建成功了。那个位置呢，就是刚才我们选择的这个位置。这里面我会给出一个提示，请以 root 身份启动这个虚拟机。那这个就双击这个图标就行了，对于咱们来讲。然后检查它是否处于挂载状态啊，这些都是我前面重申过的。好，接下来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启动这个 root 版的虚拟机，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控制，然后点击新建。这里面呢，我们就快速过吧。这边还是选择 Linux， 就是其他 Linux 64位，然后点击下一步。然后这边呢，一般群晖给4G 内存就够了。然后 CPU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给多核。OK， 点击下一步。然后这边我们先选择不添加虚拟硬盘，然后点击完成，然后点击继续。然后我们点击存储，那注意在这个地方呢，默认是没有任何的引导文件的。我们点击添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注册一下。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把那个引导文件下载下来，并且转换了。应该是这个地方 VDI 的，点击打开，然后点击选择。所以说这个引导就已经添加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控制器，再点击这个加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刚才直通的那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非常小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指向文件，它是一个指针。我们点击打开，好，其实就是它因为这个我之前添加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7.28TB， 我们点击选择，没有报错，就说明我们已经添加成功了。那这个热插拔呢，我们也可以勾选一下，没错，现在就是已经直通的一个状态，你的群晖就直接可以识别这 7.28TB 的硬盘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点击网络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设置哪块网卡呢？肯定是设置那个有网的那个网卡。那么怎么来看呢？我们先找到设置，点击网络，先看一下这个 3S0 呢是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一下就是这块网卡，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然后点击确定，看一下。好，那实际上是这个 2S0 的这个它是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桥接的时候就桥接这个有网的这个网卡，然后高级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准虚拟化。如果说进去之后发现它是1的这个网段，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边随便换一下。再有就是系统，我们把没用的勾选掉，就剩一个硬盘就可以了。OK， 点击确定。好，那我们点击启动。OK， 大家可以看到它分配的地址是 100.203， 那说明我们这个 IP 地址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另外一台电脑去输入它，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输入.sh。这里面自己选择机型，我这边是选择6400，然后版本 7.2， 点击确定。OK， 点击启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址来访问这个群晖。好，那整个安装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安装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已经给出一个提示了，已经检测到一个未使用的硬盘了。那我们点击这边有一个管理此硬盘，好，它就会提示你，让你创建一个硬盘这边就随便选吧，因为只有一块硬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刚才直通的这块硬盘 7.3TB， 点击勾选，点击下一步，下一步，最大化，下一步，点击确定。OK， 那现在我们这个直通的这个硬盘呢，就已经创建了这个存储池所以说这个就演示了一个整个硬盘直通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而且风险也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属于那种软直通。当然了，我们还是要遵循一个正常关机的策略。如果我们不用了，我们尽量还是正常关机，不要强制关机。那这边呢，我们也挂载一下这个刚才创建好的这个共享文件夹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虚拟的群晖 NAS。然后我们找几个文件吧，我们把这些拷贝进去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速度就100多兆、200多兆，还是挺快的，基本上能保持在130以上。OK， 这几个文件就拷完了，非常快。哎呀，录到这里，说实话都有点腰酸背痛了。下面我们来说说这第10项，这个第10项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虚拟机，
然后已经挂载了一个虚拟磁盘。那这个时候如果虚拟磁盘的位置发生了一些改变，下次再启动的时候就找不到了。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之前换了位置。那换了位置呢，之前的这个 UUID 呢就识别不到了。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又想重新导入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刷新之后你再导入，那么你这个 UUID 就可以用了。那实际上这个是比较粗心大意的小伙伴可能会用到这个选项。我们在这边呢输入10，然后回车，然后它会弹出一个选项，就是让你选择你的虚拟硬盘的一个位置。好，比如说这个文件吧，然后我们点击打开。好，那这边呢它就会提示你这个虚拟硬盘的 UUID 已经刷新成功了。如果说你是比较粗心的小伙伴比如说你换了位置什么的，有可能会用到这个功能。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去导入的时候，它就不会报错了。好，那么终于到了最后一项功能，就是设置虚拟机的开机自启动，而且是后台自启动。那为什么最后才说呢？因为这项功能是需要重启来做演示的。输入7，然后回车。然后这边我会提示你就是因为这项功能是需要设置系统的自动登录的，就等于说开机的过程呢是不需要用户名密码的，直接进入到桌面当然如果说你就是不想这个开机自启动，你也可以自己恢复，就是在系统设置里面其实你也可以取消自动登录，然后输入密码。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2个虚拟机为什么是2个呢？因为我们刚才创建了2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by user， 一个 by root，这是啥意思呢？by user 这个是你用普通身份来创建的，然后这个 by root 呢，意思就是你用这个管理员身份创建的。我们点击空格就可以把它选中，当然你也可以用鼠标操作。比如说我们点击2个星，就代表这2个都已经启动了，然后再点击确认。好，在这边呢，我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预览，就是我修改了哪些文件，我都会告诉你其实就是修改这个文件。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2个语句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用 user 身份，一个是用这个 root 身份当然这个过程是全自动的。那如果说你后悔了，你觉得刚才好像应该就启动一个，这个也是可以的。输入7，然后重新设置它会读取你上一次的设置结果这个群晖你不想自启动了，你可以点击这个空格让它取消，然后再点击确认。好，大家看到这个语句就变了，对吧？现在呢就变成了一条自启动的这个指令。好，那个为了方便演示吧，我们还是这次就是把它都启动了，然后回车。然后这次呢我们把这2个都启动，然后我们确认。好，接下来呢我们重启一下这个电脑，我们看看下一次它是不是真正的自启动。那重启之后呢，我们再打开这个虚拟机，我们把那个 root 版跟这个user 版都打开了，它目前就是正在运行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特点就是它是没有窗口的，它是在后台启动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启动。那启动之后我们还可以关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关闭呢，这次就多出了一个选项，继续在后台运行。点击确定。OK，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还在运行呢，这个就叫无头自启动，就是在后台启动的意思。好了，这些功能呢，其实开发了好久，大概也是开发了1个多礼拜吧，所以说这些功能呢，真的希望你能用得上吧。然后今天视频有点长了，非常感谢各位看到这里。好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希望你不吝点赞，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